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真的就因为一个彩礼就会让一段感情出问题吗？来，掌声请出这对情侣，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小李来自河北，职业是化妆品讲师；女主人公小豆来自于四川，她的职业是会计。来，有请两位。一个四川，一个河北。你们现在的常居住地在哪儿？天津。在天津认识的？没有。在哪儿认识的呢？第一次认识的话是在湖南。是因为我跟母亲长期居住在湖南啊，然后他的高中同学是我大学同学，因为社团宴会，所以见了第一次面，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印象。后来湖南不好找工作，然后来到了天津，一次招聘会上偶遇，就这样留下联系方式。后来就慢慢的就这么了解，后来就是在一起。之前的时候，我觉得他对我特别好。从他告诉我的那些信息里面，我了解他肯定是做生意的，基本的经济基础还是有。然后最后答应了跟他谈恋爱。但是我不是一个物质的女孩，我为什么要考虑这一点？我是有原因的。第一，我是单亲家庭，我妈妈带着我在湖南长大，特别不容易。那我找对象的话，不会再跟我母亲再增加负担。我觉得这个是我作为单亲家庭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你别急着表达你自己的想法哈，这样咱们你先听我说完之后，然后他给我买了一条6000多的项链，当时我特别高兴。你还好意思说？因为我从来没有人对我那么好，送过我那么贵的东西，我觉得很高兴。我们2年交往之后，然后半年之后又是1年多了。都没听明白，还是我问吧，好不好？你说。项链呢？跟朋友逛街丢了，那是不小心丢的，不是故意的。现在的矛盾是你觉得他不是喜欢你这个人是吧？他是喜欢你的钱。不是这样的。他也知道我对他很好，我们在没有谈到结婚之前，我们感情非常好，非常稳定。但是谈到结婚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一个接一个的出来。好，我们就然后他又不正面跟我面对，然后老是在我心里面画的问号。我现在很迷茫，我不知道我还要不要继续这样等他和回答等下去。一个又一个的问号，所谓一个又一个的难题是哪些难题？本来就扯着结婚了嘛，可是我连他妈妈他们的意思都还不知道。我的意思是，咱们2个先谈妥之后再告诉我爸妈。谈着，不是问题就出来了吗？你又不跟我正面的解决。那实际上面就是说，你要求见他的父母，是这意思吗？对啊。现在见过他的父母？没有。都要结婚了，为什么还不带姑娘去见父母？那我们2个人现在就吵成这样。如果说我把他这么着就带去见我父母，他每次都是推3阻4的。我们在小片里看到了，说到了他母亲要彩礼是吧？对。他母亲问你要多少钱的彩礼？12万。我只是跟他说，我说我表姐结婚彩礼12万，我说是他说这个，我没有要求你一定要拿12万，我知道我不靠你父母，我就想我们2个能结婚，咱能给多少给多少，给6万行了吧？之前他送我项链，我特别高兴，但是只送了1次，后来就没有送东西。而且他出去穿的就那2套衣服，我之前也说过，你自己该买还是得买吧。他说低调，父母有钱是父母的，然后富不过三代，我勤俭节约。当时我还觉得他这个人不错，可是呢，我心里又在想，他为什么就是说衣服都那样都不换？我就问一个问题吧，如果他家里经济条件就不好的话，咱还结这个婚吗？不好的话，他还得满足我其他的要求啊。你有替我着想过吗？我怎么没替你着想？彩礼我就很少了，我没有说他有多少钱，我就说咱们能出多少出多少，咱们得意思意思，对不对？得让我妈妈在我们亲戚那边过得去，让我妈妈体面，不让我妈妈被别人议论。等一下，小伙子，就在6万的基础上也没达成一致，是不是这意思？他说他们家没那习惯，这个在中国很普遍。这不是我刻意要刁难你，要特别讨厌这个风俗。风俗问题先放一边了，还有什么要求？这个小伙子不答应你？房子，因为我跟他都在天津有稳定的工作，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然后说结婚，他要我跟他回河北结婚去。他说他父母给他准备了婚房，是小院的，带2层楼，我愿意跟他回去住。那我妈妈怎么办？他就一个人，不想我妈妈一个人还在湖南一个人那样。我不知道亲戚朋友会怎么议论他。就我一个女儿，我也应该尽我赡养的义务。可是你问过你妈妈吗？在湖南生长了那么多年，她要是来河北，她能习惯吗？你问过她吗？她会习惯的。我问你问过她吗？她会习惯的。我听了有几大问题，
第一，彩礼达不成共识；第二，是不是女方的母亲在你们结婚之后，大家要一起居住，达不成共识？还有什么矛盾吗？还有一件事情，就我一个朋友，因为他公司不好倒闭了，然后说让我给他介绍一个工作。本来他就知道我对象的家里是做生意的，然后说好吧，我回去帮我问问我对象，看他们那里行不行。他直接告诉我说，我妈不缺人，招满了。你说这什么态度嘛？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不是朋友不朋友的关系。那你说你们爸妈是做什么生意的？如果你早点告诉我，我就不答应人家，对不对？而且还有这样的话，朋友在背后怎么议论我？来吧，小伙子，有什么苦恼说说。老是跟他吵这些问题，因为要结婚，问题本来就出来。不结婚你老是说话，他就没有机会跟你交流吗？可是我们在说的时候，在家里吵架的时候，他老是闷着不说话。对呀，因为你老在说嘛。你看你老在说嘛，我问他你都不让他说，你都在说嘛，那他什么时候说呢？现在说吧。我其实并不是说像他说的那样，我不能接受他妈妈或者怎么样。我是担心老人家来这边之后过不惯这边的生活。这也是你见过他母亲吗？还没有。但你们俩先别结婚的吧，你们俩再谈谈恋爱再说吧。这不谈了恋爱真的谈嘛？谈了结婚了，然后问题就出来了嘛。所以你们还不够结婚的资格嘛？就这样。你们俩都不能心平气和的对话。所以我有很多问题，心里我很多问号，很迷茫。来，第一个问号，你告诉我，你问我，我给你解答，快。你又不是他。我帮你转述啊。还是直接点比较好。直接，你们俩不是谈不了吗？你中间讲话呀。我讲话。你当我什么人呢？润滑剂。凭什么呀？因为我来这个舞台。你来这个舞台，我就该给你当润滑剂吗？我来这个舞台。你觉得全世界的男人或者全世界的人都要欠你什么吗，姑娘？我不是。我们不欠你任何东西，你对面的小伙子也不欠你。我现在是很迷茫，很着急。你迷茫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听他去倾诉。学会听比说更重要。来，小伙子，现在你回答我，你不太愿意带他见你的父母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说你给他的感觉是家里生意做得很大，但是实际家里可能做的就是特别小本的小买卖，你害怕带他去见了之后，他心里会不舒服，是这个原因吗？是的。啊，是这个原因，那你告诉他就是喽。这小本买卖指的是什么呀？就是普通的一个小买卖而已。你到这个份上，你应该说实话，坦诚相见是最重要的呀。就是一个普通的小超市。他竟然没跟我这么讲过。你像我这么心平气和地问过他吗？你给人家说话的机会了吗？那我再接着问，家里确实准备好了一个2层的楼是吧？准备了。你现在自己有积蓄吗？有一部分。好，丈母娘跟你说了，说我们家乡有一个习俗，我们这个把闺女嫁出去都需要男方家给点聘礼，这个你能接受吗？我们在生活里讨厌很多东西。我去超市里买东西，我拿一个东西，完了我给你钱，这是理所应当的。啊。现在我把他娶过门，完了我给他妈钱，这不跟那个性质。你不能这么想啊！彩礼不给，房子也不买，也不愿跟我母亲住，怎么接呀？就是必须得满足这3项条件才嫁，对不对？至少你得满足2个吧。哎，哪2项条件是优先的？必须的就是彩礼，不然我怎么嫁过去啊？好，彩礼多少钱？打个折6万吧。要不然再打个折，打到3万，你看行吗？不行。彩礼是首先的啊，其次。要尽快把我妈接过来住，我怕我妈老了之后没人管她。小伙子，他母亲未来的养老你打算怎么做？因为我之前考虑到就是，可能会过来这边不习惯的问题。但是呢，如果单把老人扔在湖南那边，可能会比较孤单。啊。所以说我曾经给他过提议说，在那边给老人再找一个老伴儿。啊。其实我觉得他这就是在推卸责任。我要问的问题没有了。接下来，我想我们的专家老师已经看到了一些问题所在了，听听他们的意见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女方，你到底找对象的目的是什么？你找他的目的是让他解决你的问题吗？不是，之前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对他很好，他知道的。是之前在一起的时候，你对我确实很好，可就是在谈到这个结婚的问题上。
你突然之间提了那么多的条件。可是结婚我不能就这么平白无故跟你就走河北去了吧，对不对？凭什么不能平白无故的呢？如果你真够爱他的话，你提了4个条件：彩礼，你妈妈一起同住，房子，然后居然还能拉上一个朋友的工作问题，勾在一起。这是在之前我不知道，这在之前我不知道。其实你知道吗？如果要结婚，至少也是有4个条件，但绝不是你所说的。第一个条件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第2条件是合适的经济基础，第3一个是对婚姻的合适的心态，最后一个是建立家庭的能力。他是你合适的结婚的那个对象吗？前提是他没有所谓一开始那个做大生意的父母，他还是你结婚的合适的对象吗？裸婚的而幸福的人很多，不要互相来谈条件，谁也不退让，应该要学会用爱去解决问题。我跟他谈的时候，他常常甩门出去，就剩我一个人，你说我怎么办？所以吗？很多问题就在我心里画问号。你们现在是不是应该谈婚论嫁？你们现在是不是能够决定对方是自己终身相伴一生的那个人？都是问号。你先自己想好吗？不要解释。男方，你为什么跟他谈恋爱的初衷是欺骗？我也没有骗呐，我家确实是做生意的，只不过我也没有说是多么大的生意。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他呢？以欺骗开始的感情能够牢固吗？这个女孩啊，比较孝敬她的母亲，她提出的要求我认为不高。我考虑的就是怕她妈妈过来之后在这边生活不习惯嘛，因为湖南那边跟这边那多余了。你怎么就事先就知道老太太不习惯了呢？是不是觉得有累赘啊？怕给你们今后生活添什么负担呐？你想多了。有老太太呀，并不是坏事啊。要好的时候，以后你们俩有个孩子。我妈妈就在我俩的家去世的，我们给发送的。因为我爱人从来没说过啥，老太太说吃锅包肉，几分钟就买来了，想吃什么，一到最后吃够了，啥也不想吃了。父母都得孝敬，都一样看待。是这样的，姑娘，你看都流泪了。她的意思就是啊，将来成了一个小家庭，让妈妈也享受点这个欢乐，亲邻好友看着呢，也没白养这个女儿，对人家妈妈孝敬，她心里会记得的。人都是有感情、有思维，心里都有数，尤其搞财会的更有数了。姑娘，我觉得吧，他爸妈不像做生意，你倒挺像做生意的。如果这一把铁定要亏本了，你这婚还结吗？现在亏了，我看还有没有升值空间。谈恋爱就是一桩亏本生意，而不是从对方身上得到什么。姑娘，你一开始站到这儿，你就说我不是一个物质女，所以我后来做了一个很简单统计，其实我没有统计完，因为你说的太多太快。我统计什么呢？你提到的跟物质有关的词，彩礼、做生意、钱、经济基础、送东西、房子、6000块、6万块、12万。总共提到多少？我这记录的就有50多次。会有这么多吗？有，而且我后面就没记了。我相信你真的坚定认为自己不是个物质的人，但是在你的价值观里面，确实是把物质这一条看得过重了。彩礼啊，你说这是一个民俗，是一个习俗，每个人都应该有。我可以跟你非常简单的讲一下彩礼的由来。古代的时候，男方给女方下定，那个时候确实要送东西，送什么？比如说男方送12台的东西到女方家落定，女方出嫁的时候还24台，这是一个什么道理？是男方我要表达我诚意，我给你，那女方觉得我的女儿嫁出来风风光光嫁，在你们家里面不能被你们看扁啊，跟你们是平等的，不是说我卖女儿，所以说我要还给你们24台。我也不是说非得让他给我，我知道你的意思，我是让他给我母亲。你要有一个意思，要面子上过得去，对不对？对，不要让我母亲，因为养我这么大，白白跟他走了，被别人议论啊，有老乡，有母亲啊，有母亲身边还有朋友，大家都要过得去嘛。我母亲跟我们一起住，那个钱照样是花在我跟他2个人身上。是，那我简单提个问题，他有6万块钱，他那6万块钱当彩礼过一下手，马上还给他，行吗？可以。你能接受吗？我是特别讨厌这个形式。你看，我就不想走这个形式。你这个有些事不能完全怪人家姑娘，你有一些问题。姑娘她没有坏心眼，我并不觉得她有提出一个特别过分的
要求，他只是在用一种特别过分的方式来表达。陆琪老师那个话我是比较同意的，方式上面确实很难让人接受。多嘴问一句，你真的有6万块钱吗？你会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也撒谎了？你没有，我可以把我的积蓄拿出来。你看，男人可以没有钱，但是不可以对自己的女人撒谎。我就是怕，如果真的说出来之后，他会放弃这段感情。我觉得人真的有的时候很奇怪啊，当人一穷二白的时候，特别怕自己没什么东西让别人惦记；当自己有钱的时候，特别怕别人惦记自己什么，是不是这样？穷嘛，生怕自己没什么东西能够显摆让别人惦记；富了之后呢，就一天到晚想别人到底惦记我什么呢？其实这话到了我这儿来，其实很多东西已经真相大白了。你要是真的怕别人惦记你什么，你得想想自己兜里到底有什么，而事实上是你先不坦诚。其实女方也不是没有问题，在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讨厌你，到后来陆琪老师的一番讲解之后，大家都很同情你。我觉得你还是过分的，过分的不在于你要什么，而是你的那种气势，说难听一点，没有家教。我之前很想跟他好好的谈，他每次问到深处的话，他都不说话，再问2遍。其实我非常明白你内心的意思。你看你刚才所说的话，12万打个折，6万，6万不行，你多少得意思意思。其实你真的是想要12万6万吗？不是。其实你后来也说了，我愿意自己倒贴拿出来多少。其实12万6万代表的是什么？在你心目当中代表的是我在你心目当中分量到底有多重。你不老说吗？你不可能什么都不给我就跟你走啊。但是我想问的是，你就值12万6万吗？还有，你还认为12万6万是什么呢？代表自己的母亲抚养自己有多辛苦。如果我的丈夫家里给了这么些钱，在别人面前有面子，人家就会认为啊，儿女长大了，母亲不容易，这回总算值了。而母亲养育你这20多年，难道就是12万6万吗？我相信你母亲如果今天看到你的这番表现，也会很失望，会觉得很丢脸。我平时不是这样的。我不相信，你平时不是这样。他信不信？你看又来了吧，本性就露出来了吗？因为我心里存在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姑娘，我是觉得问题的答案都有了，你没有认真的来倾听。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你会发现答案已经明明白白的摆在那儿了。男孩子不够诚实，他不够诚实，这样一个不够诚实的人，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可是我做的那些都是为你啊。你看，同样的道理，他是一个可能在面子问题上，在对待他母亲的问题上，绝不会放弃的一个女孩子。当你触及到她的原则底线的时候，她焦虑，她不安，她的攻击性很强，这种东西是你能接受的吗？如果你们能接受对方身上的这些缺点，我相信我们愿意祝福你。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承认我之前骗了你，我知道目的什么的可能没有办法解释，但是我这么做真的是怕失去这段感情。我们在一起2年，我很珍视这份感情，我求你留下来。从一开始我问你问题的时候，你就应该认认真真的好好的跟我谈，我会理解你的。我为什么提出来要好好跟你谈？我就是想听听你到底什么意思，你心里怎么想的。可是你每次问到深处，你就甩门出去，让我很难受。我心里的问题越积越多，我就迷茫了。我不知道以前你说你爱我，以前你跟我说的话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如果我跟你在一起结婚，我妈妈没跟我在一起，我人在你那里，我心在我妈妈那里，你留不住我的心，你觉得婚姻之后我会跟你走多久？好，时间到。
好了，两位请回吧。各位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杰利亚独家冠名播出的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们的转门马上要关上，这对情侣在转门再次打开的时候，会做出一个他们对于这段情感的选择：是往前走，还是就此分开？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请拿起你们手里的表决器。我就想做一个现实问题的调查啊，各位接受许姑娘一定要给女方彩礼吗？接受请按赞成，不接受请按反对。来，各位请选择。76%的观众都赞成说应该给彩礼，你会给吗？我肯定会给，但是不会有12万那么多吧？啊，6万给吗？啊，6万肯定会给的。现在有女朋友吗？没有啊，没有。你的选择是什么呀？我也是接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都是一个就是社会普遍认可的，就是一个形式。我不喜欢男生说的那个，我讨厌这种形式。当大家都走这个形式的时候，我觉得你走一下形式也是没有什么坏处。你的选择是什么呀？我不是很在乎这些，但是可能父母方面肯定会想。那你的选择是什么呀？赞同还是反对？那就是中立观点。中立啊，这是我们现场的观众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道理是什么？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解读。那最重要的就是互相尊重和理解。一起数5个数，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来，5、4、3、2、1，请开门。未来的生活还会有很多困难，以后别再这么吵了，好吗？但是，我得先约法3条。第1条，不能抛下我母亲。行，好。第2条，以后有什么事情，不要让我一直问你，不要甩门出去丢下我一个人。我跟你吵的时候，我哭的时候，我只是希望你抱抱我，问题就可以解决，就这么简单。可以吗？可以。第3条，不要对我撒谎，这个可以吗？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哟，哎呦，这个盒子给我，那个戒指给叔叔啊。想好怎么求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神圣而浪漫的时刻。亲爱的，交给我吧。